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要继续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，我们要讲第9个知识点。第9个知识点，我们要讲直线和抛线的位置关系啊。这条直线呢，我设成 y 等于 kx 加 m 的形，抛线呢依然以开口朝右的抛线为例。将直线方程和抛线方程联立啊，然后消圆，整理出了一个二次方程。这是一贯的手法，就是无论我们是在求直线和圆儿、和椭圆儿、和双曲线以及和抛线的位置关系，我们都要联立方程啊。这个联立的过程我就不写了，这个消圆的过程我不写了。直线是 y 等于 kx 加 m， 抛线是 y 方等于 2px， 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显然消 y 方便，我们就得到 x 的二次方程，整理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它要讨论 k 不等于0，也就是呢，你这条直线不是平行于 x 轴的。k 等于0的时候，就是 y 等于 m，y 等于 m 它就平行于 x 轴，或者落在 x 轴上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讨论 k 不等于0的时候，你的斜率不等于0你没有平行于 x 轴，也没有落在 x 轴上，斜率还存在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要讨论，你看我以开口朝右的抛线为例。它没有平行于 x 轴，斜率还存在，那么我把它和抛线方程一联立，相交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解出2个 x 的值。所以德尔塔大于0，你即将解出来2个 x 的值，就是这2个点的横坐标。所以它是相交的，有2个交点。德尔塔要等于0呢，那显然你只有一对 x y 的值，既满足直线也满足抛线，那么它就是相切的。德尔塔小于0呢，这个消圆以后，那个方程压根儿解不出来根，没有任何一对 x y 的值，又满足直线又满足抛线，那它当然就没有公共点，就相离。这个我们由于椭圆、双曲线以及圆儿，我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，就是看德尔塔。那如果这个 k 它等于0呢，我这条直线就变成 y 等于 m 了。y 等于 m 的这条直线它是平行于 x 轴的，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你看，你刚才相切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公共点？这个公共点叫切点。而是当你这条直线，我开口朝右的抛线，我是有对称轴的，我的对称轴就是 x 轴。如果你出现平行于 x 轴的直线，那么你和抛线依然只能交于一个点。但是这一个公共点，它可不是切点，而是交点，相交的交，这个交点。所以呢，由于抛物线是开放式的曲线，就像双曲线，我们要单独考虑二次项系数是不是等于0一样它呢，你一定要考虑你这条直线是不是平行于对称轴了。如果你和对称轴平行，你和抛线也是只有一个公共点，但是它不是切点，它是交点。你也可以和抛线相切，你看也是只有一个公共点，那它是切点。虽然都是只有一个公共点，只有一个公共点，但是性质不一样，它是切点，它是交点。好，这个就是直线和抛线位置关系的判定，你要额外的考虑一下你的那条直线是不是平行了对称轴。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，正常联立看德尔塔就够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了消化这个知识点，我们要做几道题，大家先看题。我们先看例题1，直线 L 与抛线 y 方等于4x，当 k 为何值的时候，直线 L 有一个公共点，有2个公共点，还有没有公共点。我们要留意谁呀？要留意有一个公共点的那种情况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吧。
首先，我先讨论特殊情况。你这个抛线是开口朝右的，它是开口朝右的抛线。那么 y 等于 kx 加1，当 k 为何值的时候，说明 k 的值我们要根据条件而定。那第一个我们要讨论，当 k 等于0的时候，你的这条直线 L 就变成了 y 等于1。y 等于1当然是平行于 x 轴的一条直线，所以它和抛物线只有一个公共点，它是有一个。此时 L 与抛物线 C 只有一个公共点，要标上，这个公共点是交点。如下图。好，那么第二种情形就是当 k 不等于0的时候，那要判断直线和抛物线的位置关系，当然要把 y 等于 kx 加1和抛物线 y 方等于4x 联立，然后消元，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消 y 方便，消 y 得 y 方就是它的平方，我直接口算啊，那就是 k 方倍的 x 方加上 2kx 加1等于4x， 稍加整理，把它移过来 ，k 方倍的 x 方移过来加上 2k 减4倍的 x 再加1等于0。那么德尔塔是啥呢？德尔塔就是 b 方，我把2提出来啊，变成4倍的，把2提出来是2倍的 k 减2。b 方嘛，4倍的 k 减2的平方，德尔塔等于 b 方减去4乘 a 乘 c 减去4k 方。你要只有一个公共点（括号1），只有一个公共点，则德尔塔就等于0。即4倍的 k 减2的平方减 4k 方等于0，是就不要了，它就变成了 k 方减 4k 加4再减 k 方等于0，正负 k 方也不要了， 4k 移过去 4k 等于4，所以 k 就等于1。然后有2个公共点，那就要求德尔塔是大于0的。德尔塔大于0，我4倍的就都不要了，那就是k 方减 4k 加4减 k 方，它是大于0的，把 k 方约掉，负 4k 加4是大于0的，负 4k 移过去，4k 小于4，k 是小于1的。如果没有第三种情况，没有公共点，则德尔塔是小于0的。德尔塔是小于0的，也就是负 4k 加4，即负 4k 加4小于0， 4k 大于4，k 是大于1的。所以呢 k 等于1有一个公共点， k 等于0也有一个公共点， k 小于1有2个公共点， k 大于1没有公共点。好，这是第一题，特别简单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题。第二题，经过0逗1做一条直线，使它与抛物线只有一个公共点，那么
这样的抛线我们能做出几条呢？y 方等于是 x， 2p 等于4，依然是开口朝右的抛线。p 是等于2的2分之 p 是等于1的，它是开口朝右的抛线。0逗1焦点的坐标是1逗0， 0逗1是落在 y 轴上的，我们给它取个名字，把它叫点 M 吧。它的坐标是0逗1，我经过0逗1做与抛物线，它只有一个公共点，这样的直线有几条？大家看，只有一个公共点，先做相切的呀，和它相切只有一个公共点。我又做了一条直线，当然是 y 轴，也跟它相切，切在坐标原点。所以只有一个公共点，我做2条切线，这就是这样的直线就有2条了。还有一条就是经过点 M 平行于对称轴，和它相交，也是只有一个公共点。所以相切的时候有2条切线，相交的时候有1条平行于 x 轴的直线。那我能做出几条了呀？3条。这道题也很简单，它就是在提醒你不要忘记了，只有一个公共点的时候，那条直线平行于对称轴它也是只有一个公共点，这个公共点叫做交点，而不是切点。那么我们再看一道题，看一下例题3。例题3呢，这里边有一个问题，它这个做切线这个呢我们现在做不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学导数呢，它需要用求导的方式去做，我们就直接看例题4。大家看一下例题4，例题4呢是已知抛物线的交点是 F， 点 A 和点 B 都在抛物线上，点 F 是线段 AB 的终点，F 还是终点，它是开口朝上的抛物线，它的对称轴是 y 轴，所以既然交点是终点，说明点 A 和点 B 一定关于 y 轴对称了。AB 还等于4，读到这儿我就明白了。快速的勾勒草图，这是开口朝上的抛物线，这是它的交点 F， 它的对称轴就是 y 轴，然后 F 还是 AB 的终点，那么 AB 一定是经过交点平行于 x 轴的直线，只有此时此刻点 F 才是 AB 的终点，你稍微偏离一点就此消彼长，又长又短了，它就不再是终点了。那它给我 AB 等于4，你看那各占一半吗？所以这是一半，它就是2。显然点 B 的横坐标就是2，纵坐标和交点的坐标是一样的，交点的坐标不是0逗2分之 p 吗？我们是平行于 x 轴的直线，那它的纵坐标相同，点 B 的坐标就是2逗2分之 p， 点 A 的坐标也是一样的，横坐标是-2，纵坐标是2分之 p，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，我们就只需要找点 B， 你是抛物线上的点，你的点满足抛物线的方程，所以呢 x 等于2带进去， x 等于2的平方是4，它就等于2p 乘以纵坐标 y 就是2分之 p， 2约掉了 ，p 方等于4，所以 p 就等于2。p 方等于4 ，p 就等于2，那么2p 带到这里来，所以方程就是4y，x 方等于4y。第一个让我求它的方程，我就求完了。第二个我们再接着看。第二个呢，过 F 的直线 L
与抛线交于 MN 两个点。如果抛线上仅存在3个点，多一个也没有，少一个也不行，只有3个点啊 ，KI， 这叫 KI，I 取1、2、3 ，K1、K2、K3， 使得 MNKI 的面积等于16啊。无论你这个是 K1、K2、K3，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通通都等于16。那么这个图啊，我要给大家重新画一下。它依然是开口朝上的抛线，这是开口朝上的抛线，这是它的焦点 F。经过 F 做了一条直线，那我就随便的做一条直线。假设说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和抛线交于 M 和 N 两个点。然后呢，抛线的方程我没有增加任何附加条件，我得到的方程 x 方等于4y， 我第二个问是可以用的。2p 等于4 ，p 就等于2，2分之 p 是1，点 F 的坐标是0逗1。又做了一条经过焦点的直线，和它交于 MN 两个点。抛线上是存在3个点，使得 MNKI 它的面积是等于16的。我可以随便的找一点啊，比如说这个点，这个就是 K， 我连接 MK， 连接 NK。MNK 这个三角形就是它。我要求它说它的面积等于16，那我就要求它的面积。求它的面积，我需要底乘高。拿谁当底？拿谁当高呢？我想拿 MN 当底。点 K 到这条直线的距离叫做高。所以我要想求出这个底，它其实就是弦长，我就需要把 MN 这条直线写出来。MN 这条直线写出来啊，那么我呢已经知道一个点，我需要用点斜视。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圆儿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圆儿，假设说我的半径是等于3的 ，r 是等于3，这是圆心。如果圆上只有3个点，仅有3个点啊，恰好有3个点，不多不少，那么到这条直线的距离啊，圆上的点到某一条直线的距离恰好等于1，那样的点只有3个，所以呢，你看。我就的是这样的，这个点到它的距离是1，这边呢我又做了一条，这是2条平行线啊，总共你不是3吗？这是1，这样一个点，这样一个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，你看1个单位1个单位，这样一个圆上的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是1，它是1，它是1，它是1，所以仅有3个点。那么抛物线呢？如果只有3个点，到它的这个，因为我拿 MN 做底，只要有3个高是一样的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显然啊，我这个点 K 呢是和抛物线相切的那条直线。和抛物线相切的那条直线，我重新画一下这个图啊。这个点 K 太小，而且要是跟它相切的话，那么必须保证到它的距离。所以呢，我应该是这样画，大家就更好理解。这是抛物线，这是它的焦点，0逗1。我经过它做了一条
直线我是这样做的，这是点 M， 这是点 N。要是有3个点到它的高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得做 MN 的平行线，而且还得跟抛物线相切。那么我做出来的这条直线大概就是这样的，相切在这儿，这是 K1， 连接 MK1， 连接 NK1， 你看 MNK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是一个点啊，它和 MN 连线，三角形面积。我再做和这条直线平行，也就是和 MN 也平行。那么这条直线和抛物线又交于 K2 和 K3， 我连接 K2N、K2M 这样的一个三角形。这个 K2 到它的距离和 K1 到它的距离一边大，都以 MN 为底，高是一样的，高是一样的，这是 H， 它到它的距离也是 H， 它到它的距离也是 H。我连接这个 K 这是 K3， 我连接 K2M、K2N 得到的这样的三角形，都是同一个底，高又都一样。所以同底等高，面积相等，那么就只有这3个点，除了这3个点之外，那高就变了。你在任何地方取一个点，你像这个 MN 所在的直线做高，它都不是变大了就是变小了。所以这条直线得跟它平行，而且它还得和抛物线相切，那么它就只有一个点。外加这2个，一共就有3个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当然要先把这条直线写出来。我先写 MN 直线 MN 的方程。由于我知道它的斜率是存在的，它不能垂直于 x 轴。那么我还经过了点 F， 所以它的方程是 y 减1等于 k 倍的 x 减0。整理一下就是 y 等于 kx 加1。既然 y 等于 kx 加1，直线 MN 和抛物线相交了，所以它就要和抛物线 x 方等于4y 联立。然后消 y 比较方便，我们就消 y 得 x 方等于把 y 带进来 4kx 加4，然后一项变成 x 方减去 4kx 减4等于0，伟答 x1 加上 x2 负的 a 分之 b 等于 4k。x1 乘以 x2 等于常数项 a 分之 c， 它是负4。x1 加 x2 知道了 ，x1 减 x2 也知道了，所以我要想求这个底 MN 的弦长，它就等于根号下1加上这条直线的斜率的平方，乘以根号下 x1 加 x2 的平方，减去4倍的 x1 乘以 x2。等于根号下1加 k 方乘以 x1 加 x2 是4k，4k 的平方16k 方，减去4倍的 x1 乘以 x2 是负4，变加16。所以16提出来，开出来是4，k 方加1 k 方加1，那就是4倍的 k 方加1，两个根号是一样的，所以根号就没有了。这个就是底。那我要求高呢？高就是点 K 到它的距离。你 K 是哪上的点呢？抛物线上的点。既然你是抛物线上的点，所以我设坐标的时候，我就设的要应用方程。那么在这道题当中，我设谁的坐标呢？比如说我设横坐标是 m 吧 ，x 等于 m， 方程是这个。那么纵坐标就把4除过来，1/4倍的4分之m的平方。
所以点 K 的坐标我就设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求高，也就是点 K，H 为高为点 K 到直线 MN 的距离。本来点到直线的距离我用的，那我现在就直接用 H 吧，因为它就是高嘛。点到直线的距离，点 K 的坐标是 M 的4/m，那么它等于根号下这条直线在这儿呢。根号下 a 方加 b 方1加上 b 是负10k 16k 方 a 方加 b 方 b 是4k 负4k b 方是16k 方，然后把 x 等于 m 带到这里边来 ，m 的平方减去4k 不动 x， 我们带到直线方程啊，直线方程还要写成一般式。我先把直线方程写成一般式，这条直线它是 kx 减 y 加1等于0，根号下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 ax 加 by 加7等于0，根号下 a 方加 b 方 k 方加1，这对 x y 带到这里边来 ，k 倍的x 是 m 减去 y 是1/4m 的平方，然后再加1的绝对值，这就是高。底也知道了，高也知道了，所以 S 三角形 MNK 它的面积就等于1/2底乘高。我降幂排列啊，负的那就不要负的了，1/4m 方变成减 km 减1的绝对值，这就是它的面积。题中说面积必须得等于16，让它等于16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得到这样一个方程？那么这个方程它应该咋样呢？你不是有3个 k 的值满足吗？所以这个方程它是恰有3个根，k1、k2、k3， 以 k 为未知数的这个方程，你得有3个根，有3个 k 的取值，都使得面积等于它了。好，我先整理一下，2和它约掉剩2倍，这个2倍和它约掉剩8，2、8是16，它可以写成根号下 k 方加1的平方，跟它约掉一个，那它就变成了根号下 k 方加1，本来它是根号下 k 方加1的平方，跟它约掉一个，还剩下一个，乘以1/4m 方减去 km 减1的绝对值等于8。那么再继续整理，我就整理成1/4m 方减去 km 减去1，它的绝对值就等于根号下 k 方加1/8。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这个方程得有3个根。好，那我再继续找，我要找一下，我的那条直线不是跟抛物线是相切的吗？ MN 这条直线，这是 MN 这条直线的方程是这个样子的。我的这个 K1， 它必须是和 MN 平行，并且和抛物线相切，那个切点是 K1， 这是1个、2个、3个。你要不相切，往里踹一点儿，
啊，那它就相交有2个。那你看，它依然有2个点到它的距离，这儿还有2个，那它就是4个点了。所以呢，它必须的是相切的。既然你跟它平行，所以这条直线我把它叫做，它这个叫 L 是吧？我叫 L 撇。我都跟你平行了，所以 L 撇我们可以设 L 撇的方程为，它和 L 是平行的。L 是 y 等于 kx 加1，那么我就可以设它是 y 等于 kx 加 n 吧，随便的设一个字母，它只是截距不一样。那么这条直线 y 等于 kx 加 n， 它也要和抛物线 x 方等于4y 联立。然后消 y 得 x 方不动4倍的它 4kx 加上4n， 它整理成 x 方减去 4kx 减去4n等于0。它的德尔塔，由于是相切，德尔塔必须得等于0。b 方16k 方减去4乘 a 是1乘以 c 加上乘以4n， 它得等于0。16和16就约掉了，所以我们得到 k 方是等负 k 方，把它移过去是等于 n 的。那么，所以 L 撇的方程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它是 y 等于 kx，n 就变成了负 k 方。接下来呢，我还要继续整理啊，我要想，因为这个方程有3个根，这个方程我们是解不了的。接着我再继续看 ，L 撇的方程我知道了 ，a 点 k1， 它是不是在 L 撇方程上啊？既然点 k1， 你是 L 撇上的一个点，所以呢，我就得到把它的坐标带进来。1/4m 方，这不就是 y 吗？它就等于 k 倍的 x 取 m， 然后再减 k 方，所以我们就得到1/4m 方减去 km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也有1/4m 方减去 km？减去 km 等于负 k 方，我不动，它就等于负 k 方。于是呢，我就把它带到这儿来，把它换掉，就变成了负 k 方减1的绝对值等于根号下 k 方加1/8，也就是 k 方加1的绝对值，它等于根号下k 方加1/8，这个方程它有3个根，你得求出3个 k 的值。这个怎么求呢？它是不是根号下 k 方加1的平方？它呢是根号下 k 方加1，我把它两边直接平方吧。把它两边直接平方，我写在这里。左边呢就变成 k 方加1的平方，左边的平方等于右边呢，它就变成了 k 方加1，根号不见了，8的平方是64，把它乘过来去分母 ，k 方加1的立方等于64呢是4的立方。所以我们就得到 k 方加1，它是等于4的，所以 k 方是等于3的。
所以 k 呢，它是等于正负根号3的。这是 k 的2个值。还有一个 k 呢，那个 k 的2个值说的就是 k2 和 k3。还有一个 k 的值呢，就是这个切点 k1。那么它让我求 L 直线的方程，L 直线的方程 k 的值我就求完了。k 呢是要么等于根号3，要么等于负根号3，这2个我都应该保留因为没有什么条件需要把它舍掉，所以让我求 L 的方程为把 k 等于根号3带进去 ，y 等于根号3x 加1，或 y 等于负的根号3x 加1。也就是你可以是这样的，斜率是正的，你也可以对称着做这样的。你对称着做呢，我这个 k 就跑左边来了。所以它的方程我们写出来2个。好，还有一道题，那么我们要下节课继续做，然后呢消化这个知识点。